香港基本法第23条恶法正式生效，法规内容涵盖广泛，定义相当模糊，一不注意就可能触法，进一步扼杀香港的言论自由。将来会对香港人民的各种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产生非常大的危害。这件事情证明，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已经彻彻底底的死亡，而且走入坟墓。香港23条立法仅花了11天就3读表决通过，再度扩大煽动意图颠覆行为。不管是港人或是外国人士，发表对港府或是中共不满的言论，都可能触及红线。境外干预罪最重可处14年徒刑。中国可以透过这个国安法做跨境镇压这件事情，大部分人还没有太发现这件事，但是在未来可能会很严重的影响台湾人在外面的安全。而立法生效，也在掀起另一波外资撤港潮。从港版国安法立法了以后，然后到基本法23条的立法，有非常非常多的国际投资人在加大力道撤出香港。这个事情可以告诉我们，一旦你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事实上，你的经商、经济、商业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2023年，以香港作为地区总部的外资只剩下1336家，创下11年来新低纪录。中共的政治钳制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冲击已开始显现。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千里、赵廷玉台湾台北采访报道。莫斯科西北部 Crocus City Hall 音乐厅22日晚间遭到不明人士闯入开枪，现场民众听到枪声发出尖叫，四处奔逃，有人赶紧躲到座位底下，拿出手机录下画面。凶手在犯案后从门口逃逸。凶手使用自动步枪并投掷手榴弹或燃烧弹，引发火灾。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密布，不断窜出，引起爆炸声响。浓烟一直持续到隔天早上才被熄灭。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在现场搜查到凶手遗留下来的步枪、大量弹夹以及使用过的弹壳，并以各种方式采集证据。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说，他的心与枪击受害者同在。The images are just horrible, and just hard to watch, and our thoughts obviously are going to be with the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terrible shooting attack.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强烈谴责这起攻击事件。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乌克兰绝对与这起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对乌克兰而言，一切都会在战场上决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 X 平台贴文指出，意大利政府强烈谴责令人发指的恐怖攻击，并向受害者与家属表达声援。法国、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白俄罗斯都发出贴文表示谴责与哀悼。这是俄罗斯自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攻击事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犯案，且凶手已返回基地。俄罗斯电视墙播放黑夜中的烛光，上面写着“我们哀悼3月22日”。俄罗斯联邦文化机构宣称，接下来几天的艺文娱乐活动取消。新唐人亚太电视江子阳编译。中国维尼现在感觉很不爽，他觉得香港猪猪太自由了，他要召唤皮卡超，把香港猪猪抓进监狱。在台港人用行动去诉说对民主自由的渴望，谴责中共集权对港人的迫害打压。3月23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正式生效。香港民间团体在全球6个国家、20多个城市发起反23立法行动，其中台湾和日本是亚洲唯二能响应这场活动的国家。台湾的人民跟政府不要相信中共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所有的承诺，他们曾经承诺我们香港有50年不变的状态，但是现在还没有过了一半，我们香港已经沦陷。我们所有的法治，我们所有的权利，我们所有的自由都已经失去。今天我们反对这个23条立法，反对中共的国安法，就是要拆穿中共的骗术。自由民主是需要维持的需要我们关心的如果我们不关心不维持，哪一天它就失掉了。失掉像香港，今天就沦落为被这个恶法随便操控、随便监视、随便逮捕、随便拘禁，
完全失掉了人权，失掉了自由。联电创办人曹兴诚现身力挺，反对香港23条恶法，因为不仅港人，就连入境香港也会遭到迫害。香港人，香港的街上骂一个中国人，他跟一个中国人吵架，他就煽动罪。探测中国的空气污染，都会被当作你刺探国家机密，你煽动对香港中联办的仇恨，3年有期徒刑。如果说，中国失业率是接近50%。国家秘密5年有期徒刑，各位新闻记者，还有各位在开公司行号的各位，如果你们在香港勾结境外势力，境外包括台湾发布虚假新闻虚假是真亦假，实假亦真他说的假往往都是真那就罔顾国家安全，10年有期徒刑。像是手机有煽动的文字、照片，监禁3年；在社群媒体发布煽动文字，监禁7年；转发国外假新闻，监禁10年；知情不报，监禁14年；叛乱则是终身监禁。而所谓的煽动或知情不报、叛乱等罪行定义，一律由香港政府厘定。特别要制裁香港的法官。香港法庭的审判里面，你可以看到法官已经失去了判断案件的基本素养，他下一步他肯定会对台湾动手。所以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制裁香港，制裁香港的法官跟制裁香港的官员。你们不会想象到你们去到哪边会受到什么的危害，所以请台湾的朋友小心。如果可以的说话，就不要过去，先不要过去香港。他们现在这边真的很危险。在台流亡港人齐聚台湾景点之一的西门町，希望以自身经历唤起台湾人对中共集权的认识，集结自由民主的意志，声援香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滞留中国大陆5天的25岁金门吴姓钓客，终于在今天下午1点10分，在台湾海巡署巡防艇协助下，顺利返回国门。一旁守候多时的吴妈妈忍不住落泪，母子相拥而泣。有觉得这次海巡署营救不力吗？没有。有没有吃到苦啊？这次没有。有没有要特别感谢谁？就感谢我们海巡啊。连日来滞留中国未归，吴男神情略显憔悴，对于外界询问只是频频点头，并再三表达对海巡的感谢。另一名胡姓钓客因为现役士官身份较为敏感，暂时无法返回金门。吴母今天也到岸边接人，并期盼中方能让家人前往对岸探亲。失去动力的船都能够民航到大陆的话，究竟我们的海岸的防卫能量在什么地方？那主要是这个案发的3月17号那一天是这个大雾浓雾这个应该是气候的影响，不是这个因为没有说所以你们只要浓雾化就没有办法在海岸进出的部分做好把关的工作咯。没有，我们一切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媒体也询问未来在海岸管理上会有什么改变。我们会加强这个岸际的巡逻，雷达的监控跟这个岸际的这个一些守望警务。另外，针对仍滞留中国的湖南部分，海巡署表示会持续与中方沟通，尽快协助湖南返家。陆军经防部也指出，胡姓士官民航失联期间，曾主动联系家属及单位，回报已由陆方海警巡获，人员平安。未来将强化官兵意识及警觉，不要于休假期间参与具风险之各项活动。新唐亚太电视黄亮简、陈思琪，金门综合报道。立即停火是拯救生命、扩大人道准入、防止更大冲突的基本前提。美方草案反而为停火设置前提，这无异于为继续杀戮开了绿灯，是不可接受的。草案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很不平衡，特别是针对以色列近期多次宣称计划军事进攻拉法，草案没有明确无误地表明反对态度，这将释放一个十分错误的信号，带来严重后果。
如果美国对实现停火是认真的，就不应多次否决多项安理会决议，就不该绕了很大一个圈子，玩弄文字游戏，却在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如果美国对实现停火是认真的，那么请对另一项明确要求停火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让停火得以立即实现，让巴勒斯坦人民停止遭受苦难，让人质早日回家。对美方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这样的一种环境，我听了企业有很多的愿意就苹果在中国发展的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呢，苹果在中国也有很多重要的供应链。150万的开发者是专注为 iPhone、iPad、iOS 系统。所以我们始终认为中美的经贸合作是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力量。所以中国商务部呢也愿意跟美方的同时一道加强沟通，促进合作特别是能够消除一些分歧，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We're continuing to invest in China in the supply chain, in R&D, and in our stores. We also announced a new investment in Shanghai in applied research.